最后，当审判之光与焚化万物的碰撞达到顶点时，整个天域仿佛被点燃，燃烧的火焰仿佛要毁灭一切，而审判之光也似乎要被彻底焚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程度。两者在爆炸声中碰撞，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天域的一半区域在这场绝对力量的对抗下出现了毁灭性的坍塌。轰！随着能量的逐渐消失，那处空间发出暴风声，一道身影瞬间爆飞而出，如同破空之剑，短短数秒间就已经出现在了万里之外的距离。稳住身影，轰！一口鲜血从他的嘴中喷了出来。这一刻，他的身躯上已经被红色液体所染，衣袍也似乎在空中留下一道血色的痕迹，鲜血从他的胸口溢出，染红了他的整个身躯。不过下一刻，便是看到他那原本重创的伤势，却已经是愈合如新的伤口，令人感到骇然。这就是半道神半道体的特性，令得他即便是刚遭到重创，也不过是皮肉之苦，而不会真正的重伤。半道神的力量是所有天位神都望尘莫及的存在。萧炎眼见天域之主被打退，他知道这正是他逃离的好机会。电光石火间，他使出神行7步的电步，一跃而起，出现在灵动和沐尘的身边，带着灵动和沐尘的御魂，犹如流星划过天际，疯狂逃离天域的中枢区。萧炎的身影在电光中一闪即逝，速度之快，连空气都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啸鸣声。然而，天域之主早已经发现萧炎的逃离方向，并未就此放过他们。他冷眼看着萧炎等人逃走，唇角勾起一抹冷笑，随即身形一闪，出现在萧炎等人逃亡的路上。突然间，他的手中竟是一挥出现3条黑色锁链，散发着无比诡异气息，如同来自地狱的魂锁，无情地向着萧炎等人洞穿而去。空气中电光火石，锁链与空间碰撞，发出轰鸣之声。萧炎眼中寒芒一闪，他知道这黑色的锁链不只是能够锁住人的身体，更有着摧毁一切的恐怖力量。他不敢怠慢，运转体内焚老的力量，与灵动和沐尘能够逃离此处。然而，那3条黑色锁链速度非常之快，竟是超越了电步的速度。空间扭曲之下，就出现在了萧炎3人的正前方，犹如是3条巨蛇一般，直接蠕动着对着他们身躯爆射而去。眼见无法成功逃离中枢区，萧炎、灵动、沐尘也是准备一同催动神力对抗对方的这一击。萧炎也是将自己的焚神之力分给了灵动和沐尘一部分。随着焚神之力的入体，灵动和沐尘只感觉一身非常的轻松舒适。然后萧炎站在中间，灵动和沐尘站在左右两边，三兄弟眼神一凝，双手结印，强大的力量从他们的体内尽数的爆发出来，在他们的身前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罩，挡在了面前。轰轰轰！锁链撞击在御魂防御罩上，爆发出刺眼的光芒，四周的气流汹涌，空间仿佛要被撕裂。萧炎等人脸上尽是坚毅之色，他们知道今日若是不能突破这锁链的束缚，只怕将无法再有逃脱的机会了。紧要关头，萧炎深吸一口气，全身力量汇聚一点，神圣金光暴涨。不过还远远不够，立马再次传音道：焚老，我需要你的半道神力量，我可以承受。焚绝空间中的焚老看在眼里，也是无奈的摇头。不过如今这个局面，也只能险种脱困了。好，你准备好了，小家伙。下一刻，一股超越了天位神魂力量的特殊力量顿时间充斥弥漫萧炎的每一处部位。随着这特殊的力量出现，萧炎的神体瞬间要被撑爆了。但是为了能够救出灵动和沐尘二人，就算坚持不住也要坚持。萧炎的面色极度扭曲，神体之上都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伤势，血液从毛孔中溢出，同时一股强大的特殊力量也就此爆发。萧炎将这道力量凝聚成一把火箭，犹如火箭出鞘，直刺3条黑色蠕动的锁链。而灵动和沐尘也各自施展出他们的最强底牌，9道祖芙蓉合师展出逆转大乾坤，以及沐尘师展出超级太初丸，3道攻势毁天灭地般的与那3道黑色锁链碰撞在了一起。天域之主的眼中寒光一闪，感受到萧炎又一次的爆发出同样是半道神力量，他并未回避，而是直接反手一拳击出，与萧炎的火之剑芒碰撞在一起，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3股力量交织，霎时空间波动，仿佛一切都要被这股力量所吞噬。然而萧炎的神体终究是无法承受半道神3秒，此刻他的神体已经被半道神力量吞噬，甚至已经出现了萎缩爆裂，痛苦的感觉直冲他的脑海中。可是他以坚韧的意志力还苦苦支撑，他此刻的内心信念就是必须救出灵动和沐尘。虽然萧炎利用自己坚持3秒的半道神力量短暂的抗衡住了3条黑色诡异锁链的进攻，可是天域之主的那一拳攻势最后还是正中萧炎的胸膛之上，噗嗤，一口鲜血当即喷洒而出，并且萧炎的胸膛都被打得凹了进去，整个生气都是尽数的消失，被一位半道神击中，天位神体怕是很难坚持抗衡住。萧兄，看到萧炎被天域之主正中一拳击中，他们的脸色终于大变，痛苦也是全遍他们的全身。然而一道令他们绝望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朵响起：老朽说过，你们3个一个都逃不了，全部献祭于我吧。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萧炎体内似乎有一股新的力量在觉醒着，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眉心处竟然出现了一道散发出微弱的火焰印记。随着刚刚火焰印记的出现，他的身躯也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刻他自己或许也不知道，此刻他体内的神力
竟然无意间的与天地同频。眉心间的火焰印记散发出的光芒也是愈发强烈，而灵动和沐尘也是发现了这个变化，二人感到十分的好奇，萧炎身上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然而下一刻，萧炎此时的状态竟然是引导着自己的某一种力量，开始逐渐的与自身融合，形成了一股比之前更加强大的力量。萧炎此时的状态无比的异常，他的眉心处火焰印记愈发显著，就像万物的频率与他同步，仿佛在这一刻，他的身体与整个世界融为了一体，获得了全新觉醒的力量。他身上的金光如同天边的晚霞，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普通无奇的身躯，身上原本强大的气息也随之消失，只留下那道火印记在眉心间，散发出神圣的光辉，威严而庄重。灭！萧炎轻轻弹吐，一挥手，形成了一股可以摧毁一切的红色火焰冲击。通红色的火焰划破空气，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声，红色火焰的威压顿时笼罩了整个战场，令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感到了一股无比神圣又强大的压迫感。就连天域之主都感受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心中都不禁升起一种惊惧之感。红色火焰直接冲向了那3条黑色的锁链，然而那3条如同触电般燃烧起来，红色火焰在锁链上跳跃，熊熊地燃烧着。红色火焰中，空间的结构开始崩塌，仿佛早已经坚持不住，被红色火焰摧毁。一片片的空间碎片开始在空中散落，被红色火焰燃烧殆尽。锁链的焚烧伴随着剧烈的震动，震得周遭的天域都开始颤抖，仿佛要被这股力量摧毁。萧炎的目光如同冰冷的利剑，凝视着前方，那是一种高傲的威严，是霸气的自信。随着萧炎的一声怒吼，空气中的波动变得更加剧烈，整个天域仿佛都开始旋转着，空间被撕裂，斗转星移之间，萧炎已经出现在了黑色锁链焚烧的地方。全新的力量爆发出来后，形成的冲击波已经摧毁了一切，冲破天域之主的3条诡异的黑色锁链。他那道火印记所发出的光芒，比任何光芒都要耀眼，它照亮了整个天域，也照亮了萧炎新的自我。被这股强光笼罩之下，就连天域之主都感到了绝望。不仅是天域之主，就连天域这方世界都颤抖起来，那种颤抖是天域世界意志对于这股力量都存在无比的恐惧当中。天域之主此刻的力量竟然都是无法再次催动，直接被这道耀眼的强光压制体内。如果对方愿意，自己能够瞬间被击杀，所以他现在也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只是他的神色骇然无比，他也没有料到萧炎竟然能在这最后的绝境之中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一刻，黑色诡异锁链开始出现了裂痕，而萧炎也是趁着自己这股觉醒的力量，终于撕开了逃生的缺口，向着天域之外的空间带着灵动和沐尘冲去。逃脱的希望之光也在他们3兄弟眼前渐渐展开。萧炎以最快的速度带着灵动和沐尘离开了天域，待得片刻后，刚刚的耀眼强光也随之消失不见，留下依旧不敢有所动作的天域之主在惊骇，表情上也有了特别凝重之色。原本以为今日可留下这3人，结果还是被逃跑了。不过就算你能逃跑，就怕你的那2位兄弟御魂跑不了，很快就会被玉心召唤回来。天域之主表情也是逐渐的展开，因为想到这里就没有刚刚那般凝重了。那小子的身上果然有不可人知的力量，那股力量刚刚竟是已经触及到了天地万物间的同频状态。如此小子，怕是日后会对无神的大计划有所阻碍，还是先将此事告知于神。天域之主望着萧炎3兄弟离开的方向后，自己的身影化为一道黑雾消失在原地，空间穿梭。萧炎徒手撕开空间的虫洞，一瞬间从天域的中枢区瞬间带着灵动和沐尘来到了天域之外，但还是在神器联盟的区域。但这里非常的安全，因为这里是9域天神阁的5域天，也是灵动沐尘当时受到5域天神君的关注。此时萧炎3人的身影出现在了5域天的一座山峰之巅，也是5域天最高的山峰，充满着浓郁的神元之气。也就是这样的动静引起了5域天神君的注意。很快一处宫殿中，江陵神君身影一闪，便是消失不见了。萧炎站在山峰之巅，夜风吹过，将他的衣摆吹拂得猎猎作响。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天地同频的状态也已经消失，身上的伤势却是依旧非常的严重，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的胸膛处有着凹陷，其他部位同样是血迹斑斑，虽脸上非常的苍白，却挂着释然的笑容，因为他成功救出了灵动和沐尘，这让他心中充满了久违的感觉。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这道身影乃是刚刚从宫殿中消失不见的江陵神君。他这一袭白衣，飘然若仙，但看到萧炎以及灵动和沐尘2人的御魂体，他那淡漠的眸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你竟然真的救出了灵动和沐尘？江陵神君难以置信地问道。萧炎微微一笑，他知道江陵神君在惊讶什么，毕竟天域之中有着无尽恐怖的存在，任何进入其中的人都难以生还。况且现在的萧炎不仅进去了，还将灵动和沐尘都救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萧炎淡淡的笑道。江陵神君摇了摇头，他的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接着道：不简单，你能从天域中出来，
必定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实力。我可是知晓，在那个当中有超越了天位神的恐怖存在，那可是我们这些天位神强者都望尘莫及，得仰望存在。萧炎也没有言语，他知道江陵神君的话并非恭维，而是事实。这一次，要不是自己最后一刻觉醒了那股新力量，恐怕根本就无法从那位天域之主的半道神手中逃脱出来。半道神的力量可不是天位神力可以抗衡的强大存在，它可是蕴含着大咒中的道法，一出手便是能够引动来自大咒中道法力量。江陵神君忽然话锋一转，道：不过你现在情况危急，天域中的伤势很难以治愈，我这里有猪灵药，能帮助你恢复一点天域中的伤势，但想要完全恢复，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